这是有史以来我见过最紧张刺激的捕鱼现场。渔民手拿大砍刀直接敲打起不听话的海鲜，让其从一开始的活泼乱跳到最后选择躺平在滩涂上，只需要一瞬间。在渔民手拿砍刀熟练的打击下，直接秒杀从他们脚下路过的任何大鱼小虾，让被围困的海鲜充分享受到了大砍刀带来的生鲜快感，最终将肉身贡献给了当地渔民。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当地渔民的另类赶海捕鱼过程。在刚退潮的浅滩上是捕鱼摸虾的最好时机，渔民手拿砍刀在浅水区敲打起被围困在里面的大鱼小虾，在他们的疯狂打击之下，任何活物都无法逃过一劫，直接选择躺平在浅滩上。就算已经被渔网牵制住肉身的海鲜，也能够快速享受到被爆头的待遇。其实他们在浅滩上早已布置了一张上百米的渔网，用于困住还处在浅滩上的渔获，让海鲜再也没有逃跑的机会。为了方便捕捉到它们，即使已经挂在渔网上的海鲜也会直接被敲晕在网上。此时还没有挂网的海鲜只能在浅水区里面紧张乱窜，渔民就算用脚也能把它给踩在沙地底下进行摩擦一番，随后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将其一刀毙命，从此把肉身交代在了这片海滩上。有些海鲜以为隐藏在礁石缝隙里面就能躲过无妄之灾，只可惜礁石并没有救他一命，还是照样被暴打一顿。凡是渔民发现想要逃命的海鲜，最后都会被无情的进行收割。在这里渔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直接伸手就能捡起已经被暴击过的渔获。这种狂野且毫不留情的捕鱼方式是当地渔民世代流传下来的，而且从一出生就是渔民的他们轻松便能发现隐藏在沙子底下的海鲜，刚到手就直接被拍死的沙滩上，同时还要享受一次脚底按压所带来的快感，10分钟不到便收获了半桶渔获。在刚退潮没多久的浅滩上，有着抓不完的渔获，他们手拿大砍刀熟练地追逐起无路可逃的大鱼小虾，只有使用这种街头混混的模式，才能强烈地震慑住他们，快速地将其一网打尽。此时渔民看准机会，手起刀落，将其敲晕在沙滩上。凡是被砍刀敲打过的海鲜都会直接选择躺平，3两下就能打上来3两条渔获，而一些想要外逃却被粘在了渔网里面的海鲜却是最好的打击对象，直到将其敲出降，渔民才会就此罢手，最后还会直接被抛尸上岸。有了渔网的加持，各种海鲜已经成了待宰的羔羊，随便就能将其敲打并快速送去见神仙。此时又一条已经慌不择路的渔获在强大震慑力的砍刀面前只能被动挨宰，在惊慌失措之下很快就没有了跑路的动力，而有些海鲜却在努力地逃出人类设下的天罗地网，此刻在渔民的砍刀打击下还能从中逃脱，并且在接下来的围攻当中更是不断地在冲出重围，但由于地方狭小，海鲜也只能不停地原地兜圈，最后又是在最开始的地方被渔民直击要害，无法动弹，给予了他直接跟神仙接触的机会。此时水里的鱼不断地在冲击着渔网，这种守株待兔的打鱼模式，直接上砍刀连续暴击就能让其选择躺平。凡是渔民在圈内见到活泼乱蹦的大小海鲜，都要把它给敲出翔，才能体现出捕鱼时的震撼场面，这才是出海打鱼的真正精髓所在。如此霸气的打鱼行动，一个早上就能收获到不少海鲜，还能增加不少在捕鱼过程中的乐趣。然而渔民只要稍微有些迟疑，就会敲打不到位，从而放跑了已经到手的海鲜，但是到最后仍然还是能够鲨鱼与无形再次将其追回。在将圈内的渔获全部敲打一遍之后，此时他们开始打扫战场，上百米长的渔网挂满了等待收拾的海鲜尸体，任何被渔民看得上眼的都会被扔进白色的垃圾桶里，成为人类的盘中大餐。前期的凶猛打击才能减轻后期的工作强度，如此疯狂的赶海过程着实让人看了都能感觉到无比的紧张刺激。整个打扫过程只持续了不到10分钟，就把垃圾桶装得满满当当，这就是当地渔民的祖先流传下来的打鱼方式。那么大家有没有见过比这还要刺激的捕鱼过程呢？